新架一路，中盘，白额亮翅，斜行。接上式，中盘定式。好，下式，白额亮翅。松左胯，左手逆缠，右手顺缠，顺势合右脚脚尖。收步，领掌上蓬。松左胯，身法左转，左手螺旋，顺势对拉和右脚脚尖，形成身法左转与右脚对拉螺旋外蓬身法。当走后弧，合右胯扣左脚脚尖，右手随身法右转，逆缠外蓬，点脚收步，两手对拉打开。好，小肚立圆，由右向左，走螺旋，放松下沉，重心左腿，左手顺缠上蓬，右手逆缠拨掌，身法右转，摆右脚脚尖。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好，松右胯，领左膝，对拉，左斜前方开步。小肚立圆，由左向右走螺旋，领两手，稍节画立圆，松合右胯，左手逆缠盖掌，右手顺缠下合。好，翻胯，右手上穿，左手下按。当走下弧，勾手上提，右手合于中线，松右胯，右手逆缠外蓬，顺势打开，放松下合，还原定式。好，对下。好，松左胯，螺旋画圆，扣脚相合，收步合手，领膝上提，对拉螺旋外蓬，当走后弧合胯扣脚，收步，两手打开，放松下沉，还原相合，立圆领掌，松沉重心左腿，右手逆缠下按，左手顺缠上蓬，身法右转，摆右脚脚尖。当走后弧，重心右移，松右胯，领左膝，对拉开步。好，由左向右，小肚立圆，领两手，松合右胯，左手逆缠盖掌，右手顺缠上托，翻胯下沉，上穿下按，勾手上提，当走下弧，右手合于中线，松右胯，右手逆缠外蓬打开，放松相合，定式下沉。收。刚才那一小段动作呢，在新架当中也算是咱们的重复动作，斜行、白额亮翅。但是呢，我们需要看一下中盘在转接白额亮翅和斜行时的一个衔接动作。看，当我们打好中盘之后，注意我们看身法的变化。很多同学喜欢，将重心右移，顺势一收右脚，然后直接向前推掌上步打开。整个动作的运化显得比较潦草，就是好像中间过渡非常模糊。那么我们需要呢将这个动作来给它进行一个精细化。毕竟新架当中的每一个动作也是结合了当胯的螺旋，所以呢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当我们想要变白额亮翅的时候，不要直接一蹬左腿向上相合，而是将身法的螺旋转化充分。你看，松左胯合右脚脚尖，先让身法通过螺旋的方式将两手放松相合，随后接右脚的相合，将两手带到动作的螺旋里面。当两手合到位以后，再进行手掌和脚的一个对拉。这个地方呢，很多同学做不到，就是经常直接一穿掌，上蓬就打开了。这个动作就是已经熟练的同学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非常的顺畅，但是咱们在初学新架一路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工整。合完手之后，不要着急去直接开右步向前进步推掌，而是要将身法的螺旋走出来，因为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看，开完之后，它有一个
肩肘手的依次贯穿，螺旋在跟掌上捧。这个时候我们要将重心通过后弧螺旋的方式来把动作走得更加充分啊。背后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动作区别就在于，你看，如果直接相合上穿掌，看着好像是手既有外捧拨掌，也有上捧相合的动作，但实际上缺少了什么？太极拳当中一路拳经常跟大家去强调的，先进肩，再进肘，再进手的一个过程。你看，当我们合到这里以后，产生了一个非常饱满的对拉，再去行进当走后弧，那么我们有肩靠，有螺旋的肘，有根部相合的推掌外捧。这个时候动作虽然会被慢慢拉得长，但是它在劲力的转化过程里面会体现得更加细腻，而不是非常草率的直接一个穿掌上步。所以不管在变任何动作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在转关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当走后弧的方式来将身法的劲力进得更加充分和饱满，而不是为了去赶动作直接上手相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一相合直接告诉咱们，好，收完步直接蹬腿上穿掌，让当胯走了个向前螺旋，运用身体的拧转来进行上捧和推掌。这样子的整个过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拧膝或者是劲力不充分的这种转化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当白鹅亮翅定势亮相好以后呢，小度的螺旋，在螺旋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以当胯的带动来进行手部力源的一个转化，而不是靠蹬腿的力源转化。因为越是到后面大家觉得套路学的多了以后，非常容易形成这种惯性思维。我到这儿了啊，都是零手，那我就以手来作为意识的重点，来把手上的烧结变化画得特别明显。实际上这个思想是错误的，我们要学会守中这个词语啊，守住我们的中盘，守住我们的中线。当两手打开之后，要学会用当胯的带动，每一次的变化不要先想腿上走什么劲，而是要先想小肚，包括咱们想丹田应该先走什么劲。这样子大家再配合咱们心架在最开始课件时讲的这个基本功，你才能慢慢的将这种身法的柔转连绵不断的螺旋来逐渐带入到身法里面。在课件当中的希望都是让大家能够结合到身法的练习，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外观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啊。当我们打完了这个力源螺旋之后，逐渐通过课件的一点点的学习，慢慢结合上了身法小度螺旋之后，我们再去进行下式的变化。下式变化也是一样的，包括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转关螺旋，零手放松下沉。有很多同学喜欢这样啊，一走一拨掌啊，看着动作很帅，看着动作特别飘逸。实际上这些都是咱们常说的表演竞技时的一种身法，包括这种意识的变化。我们想要的是更加传统、更加规矩的心架一路，那么重心的转化和当胯的螺旋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衔接动作，小度的力源，领手的上捧，重心看好怎么去转化。领完力源以后，咱的小度不是从右往左转吗？对不对？当小度由上向下，由右向左螺旋的时候，正好到右胯间产生了小度右转带动右腿合胯的一个动作，来形成重心带动左移。那从正面看，看好小度的力源，好，合右胯带动重心后坐放松下沉，随后重心来到左腿了，小胯向外摆脚带，当走后弧，重心右移。这个时候当胯的螺旋是非常的细腻的，而不是像大家那种以前做的一领一坐一摆。这咱前面学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强调多次了，为啥还要再说？因为学的越灵活越熟练的时候，越是思想放松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咱们原来动作上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把这些细节和技巧都很好的融到身体当中，大家追求的那个感觉才能从身上去体现出来。
那到了又难度的鞋型里面了，一定要看好领手提膝的对拉开步，在这个位置，小肚力圆的领掌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样的啊，喜欢重心的转化。这节课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力圆通过画弧的方式，在引动身法的时候，一定是通过当胯和小肚在引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重心的转化？其实这一直是大家心里的一个问题，说老师，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控制我的肚子了，但为什么我的肚子一转，它就会产生重心的左右偏移，或者是说膝盖拧转的问题？咱们呢，在这一节课当中，通过一个基本功和技术点跟大家再去说一下。我们的小肚，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回忆一下基本功，都是让咱们先松左胯，好，吸气领腹，然后再合右胯，呼气放松下沉。在转动的过程里面，我们是通过哪些位置去走的？首先两侧的胯它是参与运动的，再结合上咱们的小肚，两侧胯的开合加上小肚的力圆螺旋，它们是既是分开的，但是呢，在动作当中，它们又产生的运化是相合的。你看，大家练熟练了以后，都在那追求什么？舍本逐末的这个步骤。你把两脚一平开，大家都希望老师我能不能当胯不动，直接去转小肚，然后想把这个动作由大圈画小圈，细腻到让别人看不出来我当胯在运行，然后只动小肚的螺旋，不动当胯的开合。那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所出现的情况。为啥？因为大家想一下，当我们两手捧到这儿以后，你的小肚从左往右去螺旋，如果不参加当胯的过程当中，你的劲力一旦在小肚上旋出来，有很多下盘不稳的情况，这种问题的同学们就会出现啥？小肚一转，看到没有？一转一带动，重心会立马出现一个前后的晃动，这个时候就会形成啥？小肚的力圆螺旋催动着咱两髋，左右来回晃，髋只要一晃，那重心就会来回去变动。所以这个位置咱要强调一下，咱基本功既然教大家了，左右两胯在左胯相合上提，右胯相合放松下沉的这个过程里面来运化这个动作，那么在新架的套路里面，它不是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让你追求最后一个小肚单独转，当胯不运动不开合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是需要去思考一下，我们想要让身法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力圆螺旋，那两胯肯定是要参与运动的。为啥？因为它紧接的下势是小肚由左向右产生螺旋，右胯转到右侧，它会带动右胯产生相合，随后两手才左逆右顺盖掌下沉，再放松下坐翻胯转身。那你的胯会有什么动作？小肚的左转右转，它一定会引发咱们当胯的左右开合的一个动作外形的产生。那么我们就得去想想，下次在练的时候，可不可以将我们的意识在运行螺旋的时候，能够通过什么？能够通过小肚螺旋的过程当中，咱们把这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分清楚。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松胯引肚子，再松胯引肚子，那你把意识调过来，用肚子向左螺旋催动左胯相合，再带动右胯催动右胯向右相合，然后以小肚的螺旋能够引起当胯的开合动作，再形成领动上半身两手稍节的动作。这个时候是不是既有了当胯的开合，也有了小肚的螺旋？那么咱们就是抛开当胯不谈，是不是也算是小肚的单独螺旋，以它为轴心来引动催动胯的一个变化？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在有一些动作上单独去追求小肚上，那小肚单独一转，如果你的当胯不够活，那就会引起什么？引起你的髋关节左右两边乱动，一动重心就会前后左右的乱晃，那整个动作就形成了现在看到的重心动，反而小肚不动。其实小肚动了没？动了，但是引到了是重心上的力，而不是梢节上的力。本来该往上盘催，
你把它堆到了下盘，导致了劲力出不来。这块大家都得记清楚啊。所以当我们合完手以后，你看肚子的引动，看肚子的引动，当胯开合，一松右胯，盖掌放松，上穿下按一定要切记，千万不能直接就翻过来往左边看，要先在右侧放松下沉，随后沉下来之后再去翻胯向左转身。咱们的上穿下按都是通过啥？身法的带动去走。有了当胯的螺旋，你的手才能随着身体中线的转动形成一上一下或者对拉穿掌的身法。光有合完掌以后，啪向这儿推，手上的上下的对拉劲儿都没有了。对拉劲儿也是咱们基本功当中常讲的，中线的转动才能让肩膀形成一前一后，才能让两手形成一前一后。没有当胯这个中线的旋转，你的手就是绑到一块儿，你不能让它各司其职，形成一个相合统一的动作。这个地方大家得明白。最后一个细节就是，当我们这些动作都处理好了，推掌上提勾手，注意看，在我们摆掌的时候，有很多同学会去蹬左腿。老架跟新架不一样，它不是让你刻意的蹬左腿来推摆右掌，因为这个时候右手在中线相合的过程当中，你一推动右掌的过程里，如果蹬了左腿，那么左腿上的胯在螺旋外翻的时候，它的力从哪走？它的力往这儿走，往你胯外棚的方向去走，它并不能和咱的右胯形成一个相合，不能和咱的右掌形成一个相合。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运用当胯螺旋的合劲儿，还把意识放在小肚上，合到这儿了。好，以小肚螺旋，看到没有？催动摆掌。因为在新架里面，右手并没有刻意要求让大家向前推蓬多少，然后再向外打开，而是主张了小肚螺旋带动右手的摆掌外蓬。所以螺旋劲儿是不是要大于一个外蓬劲儿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得注意了，螺旋是哪来的？小肚上来的。螺旋之外，咱们再去考虑左胯。那左胯是怎么打开的呢？那小肚向右一转，左胯像一个皮筋一样慢慢被拉长，随着重心的逢转必沉，放松下落，左胯是被拉开的，而不是说你蹬左腿蹬开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清晰了？所以右手在推掌的时候，合右胯，身法右转，以中线。记住，合右胯是怎么合的？小肚转出来的呀，是不是？所以右胯一合，小肚催动右胯相合，小肚右转，摆右掌顺势向外打开，还原放松，下沉定势。这个时候下沉的时候就不要再把这个不要再把咱的左胯再合上，因为一合左胯，你的右手又从右膝上方往左相合了，知道了吧？所以最后右胯一螺旋一相合，小肚一右转，放松下沉即可。通过当胯的上下折叠，给咱们的左胯有一个更大的对拉区间，就是能够拉的更大限度了拉的这个范围更大了。不要说你就是摆到这儿以后硬撑着左胯，那你的动作打出来以后又是顶裆扣屁股扣尾闾的一个身法了。所以这一段动作重复，但是里面的含义开始慢慢逐渐带动大家通过意识的一个带领，越学越多的时候，就不要去总关注这个手应该放在哪，而是应该要关注小肚的螺旋方式是什么。基本课、基础课是一个慢慢带领大家走到一个高阶课当中的一个提高过程。如果只去关注一些烧结怎么变，那到最后结果大家也只是练到了一个壳子，真正内在的螺旋大家没有练到身上，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左龙不希望看到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节课来了解到咱学着新架一点一点能够往上提高。